Hello，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要看到画面上这个呢，要测的题目就是：如果你现在看一部电影，然后呢，你这个主角他在找长生不老的药，你直觉他找到的那个药是哪一个颜色的药？就是从左边样，1、2、3、4、5，你直觉这个主角他找到了长生不老的药是哪一个？选好了吗？我们今天会有3个连续的题目，所以这个题目如果选好的话，我们要进行下一个。接着呢，主角找到了长生不老的药之后，他决定要把它装进瓶子里。你直觉是哪一个？1、2、3、4、5。你直觉主角会把长生不老的药放到哪一个瓶子里面？选好了吗？要下一个题目哦。接下来这个电影的画面呢，突然跳成这个画面，你的感觉现在你的眼睛会想要停留在哪一个色块上面？所以一样就是这个色块、这个色块、这个色块，以及这个色块，还有最后这一个。选好了吗？选好的话，我们就从第一个题目开始。今天的题目其实是在问未来3个月的运势，所以看到这个第一个这个题目，它其实是在问6月份的运势如何。如果说你选到的是第一个这个的话，代表你的6月份运势会觉得有点卡。比如说其实你有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原本你是规划说我也要学习语言，然后想要再存更多的钱，然后想要跟家人有一个多一点的聚会跟互动，就是你心里面有很多想法，你想要去做，想要执行，你可能想要进修，可能想要先暂停下来，然后先规划一下之后的计划或者是日常生活。可是呢6月呢会让你有一种你有想，但是你没办法完全去照你的意思去做。比如说你已经规划好说什么时候要开始上课，但是呢上课的时间又刚好你上班的时间有冲突，所以导致你的课程没办法进行开始上课，或者是每次要上课的时间刚好你的工作都会需要加班，诸如此类，就是你已经规划好的事情，但是到最后呢它没办法完全的照你的想法去执行。所以6月份你的运势你会觉得没有那么如意的原因，是因为你规划好的事情没有照你的想法之外呢，你自己实际上可能也会有点累，有点厌倦，你会有那个想法，但是没有那个没有那个时间，或者是你的执行能量还不足够，所以导致你觉得6月份蛮难掌握的。接下来如果你是选到下一个这个的话，代表你的6月份呢其实是蛮有创意跟想法的，你会觉得突然有很多的灵感跑出来，所以之前可能你有些想法或者想要做的事情没办法执行，或者是还来不及想得更仔细，6月份很适合你再去多想想它。比如说以前暂停下来的一些案子，你可以在6月份的时候再把它拿回来去回顾一下，说之前或者是去年或者是很久之前你的想法是不是现在你突然有了灵感，可以让它更完美或更完整。
那同时选到这个图的话，也代表说你心里面可能对于成家这一块有一些想法，比如说你可能想要结婚了，或者是虽然没有对象，但是想要有一个家庭，或者是组成一个家人那样的感觉，你有这个想法，只是你这个想法还没有完全的表达出来，你可能只是心里面有这个念头。接下来呢，如果你是选到这个图的话，代表你6月份的运势会是有点惊险，因为之前有一些隐藏起来的事件跟一些人，他可能以前都没有表态，所以没有表态，可能其实他对你是有怨言，或者是私底下对你有一些抱怨，但是他都没有说出来。6月份的时候呢，你就会看见这些声音，然后也会听见这些声音就是跑出来，你就会发现原来以前跟你称兄道弟很好的人，其实他可能一直以来都在背地跟其他人抱怨你的事情。然后或者是你会发现你现在待的公司，或者是现在待的学校，或者是现在待的团体，其实里面有很多问题，只是之前你都没有特别的注意，或者是没有发现。那6月的时候呢，有许多你待的这些团体或者是不一样的地方，它周遭的那些问题，你就会渐渐的发现说它里面其实是有一些状况，只是你以前不注意，或者是不想去看见它。那这样的状况会让你的6月觉得过得看到比较多黑暗面，因为以前不会注意的事情，现在一旦看到，你就会好像有种幻灭的感觉。如果你是选到这个的话，代表6月份呢，你的运势是属于想要休息，其实你觉得有点累了，就是以前可能这上半年2019的上半年都会觉得事情很多忙不完，然后一下帮这个人，一下要帮那个其他部门，或者是一下要帮那个朋友处理事情，然后一下自己的事情又突然多了起来，总之你就是非常的忙，所以6月份其实你想要休息一下，你也不想要把自己弄得那么操劳。那实际上你的6月份会过得怎样，还是要看你自己。如果你还是一直不停的帮朋友，不停的帮亲人，然后不停的帮别人做事情想办法的话，你的6月份还是会觉得很累。所以如果你想要你的6月份会比较轻松一点，让自己的身体健康恢复比较稳定的话，建议是可以就是多多照顾一下自己。如果你选到最后这一个的话，代表6月份其实你的财运还不错。之前呢，你有辛苦，可能累积了人脉或者是一些案子呢，在6月份你可以有一个收获，然后可以处于比较安心跟安稳的状态，也不会对于钱财方面有太多的顾虑。所以6月份基本上财运不错，你的身体状况也是蛮不错的，然后身心达到平衡，别人看你也会觉得，你看起来其实日子过得还不错。接下来如果第二个题目，这个题目是在问说，主角呢拿到长生不老的药之后，他要装到哪一个瓶子？这个题目在问的其实就是你2019年你的7月份的运势如何。如果你选到的是这个瓶子的话，代表7月份你的运势会是属于想比较多，但是不是愿意那么快速的动手去做，所以你可能会7月规划好多事情，规划可能2019年的下半年你要做什么，2020年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就是你会想非常多，然后就会甚至会想到一些没有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你可能会害怕有天灾人祸，然后想说是不是房子需要补墙，或者是之后不知道会不会天气越来越热还是越来越冷，然后或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中美贸易会发生什么事情，诸如此类，你就是会一直去想。可是有时候想太多，你可能是让自己太过疲惫，因为你的脑袋要一直运转，但是实际上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可以保证，所以整个7月份你会呈现一个担心跟焦虑的状态，但是实际上又不能去改变什么，所以你会呈现头脑一直在运转，很累，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或者是也没有那么想要快速的去动作。接下来如果你选到下一个这个的话，代表你的7月份的运势其实是有一个新的开始。
就是如果你想要做一件事情，有一个规划的话，你的7月份你会决定好，那就开始去做，就是不会去想太多，而且你基本上你的能量也是蛮强的，你不但是想要去做，你也实际上可以去做到。总之，不管是想说要规划一个可能跟别人一起聚会，或者是一起谈一些案子，还是说你有想说是不是之后呢要开始执行的事情，这个月都可以在7月份直接开始执行，不用去等待。那如果觉得就是旁边的资源还不够多的话，也可以先从你现有的资源开始着手，基本上发展应该都会是好的。那如果你是选到这个的话，代表7月份呢是要小心，因为太过于想要跟别人一较高下，所以你会有容易跟人家就是争吵啊、竞赛啊、比较心理啊，然后导致你自己觉得很痛苦，甚至是失败的，然后别人也是觉得很不开心，所以就是两边都没有好的状况，所以7月份的时候，尽量避免跟人家起口角，或者是有一些争执，比如说利害关系上面的争执。比如说你会去跟别人计较一些小小的事情，可能就是点餐的时候，都会觉得说，点错餐了，然后对方其实是愿意帮你换餐，但是你会觉得心里面过不去，觉得就是你浪费了时间去等待，诸如此类的小事情。可是有的人是愿意就是算了，就是说那就换了就好了。可是有时候可能你的情绪上不是很开心的时候，就会想说，那你是不是要补偿我什么，诸如此类。所以7月份的时候，你会因为自己的情绪还有外在的环境，导致你生活上有很多的琐碎的事情，让你心烦，就是觉得好多事情要处理，然后一直处理不完。如果你选到这个的话，代表你7月份的时候呢，运势基本上是会有一些意外，可是这个意外不是不好，是说它不在你的规划之内。比如说原本你是想说7月份的时候呢要好好的休息，可是没想到突然业务量就大增，比如说客户突然都指明要跟你接洽，或者是很多公司都突然说，我订单要下了，就是原本以为是好好的可以休息的月份，结果突然就是变得业务量很多。但是这不是不好的事情，只是它跟你的预期是不相干，就是也不一样的。所以7月份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多做一些准备，说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在你预期中的事情，可是它不一定是不好的。如果你选到的是最后这个的话，代表7月份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很快速的跟不一样的人接洽跟联络，就是说你可能好久没有联络的朋友，你可以开始跟对方不一样的朋友开始接洽，就是出来聚个会啊，吃个饭，或者是一起出去之类的。就是你7月份的时候会变得会很容易想要往外跑，到处的跟不一样的人聊天，或者是认识新的人。然后同样的，你跟对方聊天的时候，你们的聊天的话题跟你们的共鸣都是足够的，就是不会有一方讲话，另外一方一直听不懂，或者是没办法跟对方有共鸣的状况。你可以跟对方很快的达成共识，所以其实7月份的时候，你也很适合去签约，然后跟别人做一些新的合作案子，都是很适合的。接下来最后一个题目是，如果电影的画面停在这个画面，你的直觉是你的眼睛会想要停在哪一个区块？如果说你是我们从左边这边开始，这个黄色的这个区块的话，代表这个题目呢其实是在问2019年8月份的运势。如果你是停在这个区块，代表其实你在8月份的时候会有一些破财的现象，你可能会想要在娱乐方面多花一些钱，比如说可能是跟家人一起出国啊，就是花了一笔钱，或者是说是不是要买个按摩椅进来，就是一些放松自己的器材或者是设备，比如说买个跑步机啊，就是都要花一大笔钱。所以8月份的时候，你会想要在享受跟玩乐这一方面花钱。那如果你不希望8月份破财破得太多的话，可以先规划一下大概有哪些是必要的、必须的、最急需的，然后再购买。那如果不是那么重要，可能只是一时的欲望的话，先把它列在清单里面，先不要真的买它，可以避免破财。那如果你选到这个区块的话，代表8月份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争吵，不管是跟
亲朋好友或者是在你身边的人，你会跟他们有一种意见不合，然后彼此都要争论说我才是对的，或者是你是错的，还是谁说的才是正确的、最合理的。问题是这种争吵通常都是因为情绪，而不是因为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所以你可能发现你的8月份会随着天气变热，然后火气也变大，然后看到旁边人就不开心，可是其实你只是情绪上觉得火气大燥热，所以想要跟人家讲话，然后发现心里面不开心的那一块。所以8月份如果你希望跟旁边人维持就是和平相处的话，可以试着冷静一下，就是喝一点茶，然后再去想说，你是不是可以就是冷静，然后不要先把情绪发泄在旁边的人身上，这样可以避免那些无谓的争吵。如果你选到这个区块的话，代表8月份的时候呢，你会比较容易态度变得很强硬。比如说，你之前的时候可能跟人家讲话都是很平和，然后不会乱找人家就是讲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再去吵架或争论。可是到了8月份的时候，因为你会突然觉得自己应该要树立起一种比较严肃、比较专业的一种形象，所以你会突然觉得别人说什么，只要稍微跟你的想法不一致，你就会去针对对方说你是不对的、不合理的，我这样比较专业。你会为了想要树立一种专业的形象去针对跟你不一样想法的人，但是这样其实非常容易树敌，然后你把敌人建立起来之后，你之后想要跟对方合作或者是想要维持和平就比较困难。所以建议8月份的时候呢，尽量可以保持比较温和跟柔软的态度去跟其他人应对。接下来如果你选到这个的话，代表8月份的时候呢，其实你会有一笔账、一笔钱进来，然后呢，你是除了钱物质方面是稳定，甚至有蛮不错的收获之外，你的精神上也是觉得很安定，就是你可能开始会去享受艺文类啊、展览啊、表演啊，然后跟其他人一起聊天啊、吃饭这种精神上的交流，或者是看电影啊、看书啊这种比较艺文类的。所以在8月份的时候呢，基本上你是可以过着物质还有心灵层面都是蛮富足跟平和的状态。如果你是选到最后这个色块的话，代表8月份呢是让你之前的辛苦可以获得一个胜利的状态，也就是说你之前可能很努力的一直都在为公司打拼，或者是一直都在忙自己的事业，或者是一直都在跟朋友合作说你们要一起完成什么事情，还是说有什么 case 要去交代清楚的，或者是你有什么想法要去做。到了8月份的时候呢，就是你的成果展现的时候，而且你会很成功跟顺利的得到你应该要拿到的，或者是你的理想终于有了一个突破，终于让其他人知道，或者是知名度提升，这种你心里面觉得一直想要完成的事情，到8月份会有一个成果展现，而且它是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做了一个就是比较不一样的占卜，因为这个占卜基本上它是连续把2019年的6、7、8 3个月份呢的运势，就是一起在这个题目里面完成。那如果之后大家就是到了可能会忘记，那可以在6月、7月、8月的时候再看一下，原来那个时候其实大概是要注意哪一些事情。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不一样尝试的题目。那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喽。